Hello， 大家好，我是 KK， 欢迎来到我们单板入门到精通。今天我们继续讲解一下单板所需要的所有的装备，哪些需要自己买，哪些可以在雪板租，每一项装备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相信看完这一期之后，能让你第一次滑雪做好充足的准备。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单板滑雪呢，穿着主要分为这么3类：你的衣物、你的护具和你的滑行道具，也就是你的鞋、固定器和板。关于滑雪的穿着，也就是户外分层穿搭系统，包括你的打底、你的中层以及你的外层，大家可以看我们前面的一期视频，有更详细的讲解，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一般的衣着在雪场是不会单独出租的，所以最好提前买好。除了打底、中层和外层这穿搭的3件套，滑雪的时候还有很多配件也是非常关键的，包括你的手套、面罩和雪镜。在这里就多说一下这些配件吧。手套也是滑雪非常必备的，它不仅在你滑行的时候可以为你保暖，而且在新手的时候经常摔在地上的话，它也可以保证你的手不会被雪打湿，也会在你拿板的时候呢起到一个对手的保护作用。手套一般分2种，像我这种单板常用的 mitten， 就是你中间的4个指是合在一起的。它的好处是比较暖和，但是坏处就是不是那么灵活，所以一般滑双板的小伙伴们，因为要拿雪杖，一般会买这种5指分开的手套。手套也不建议在雪场租，最好自己买一个。你可以买一个带 Gore-Tex 标准的，它的防水性会比较好。你也可以买一个稍微便宜一点的。除了这点以外呢，手套也是个消耗品，经常在摔的时候磨呀、蹭啊是会刮坏的。所以在挑选手套的时候呢，还是多关注它的功能性。那么还有一个很有用的配件就是面罩，面罩真的非常有用了，在晴天的时候防晒，你戴上之后，你就不会晒成一个熊猫眼，只有眼镜的这块是白的，下半脸全部晒黑了。在阴天、雨雪天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脸，不会被风雪扑面。像这样的面罩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等级，我这个用的是涤纶的，比较轻薄的一种。也有像 Merino wool 保暖性更强一些，甚至还有一些面罩是可以直接整个戴在头上的，只有脸这个地方是不开的。根据天气啊、温度啊，你可以选择不同程度的面罩。个人来说比较喜欢这种比较轻便的单层的面罩，所以还是看个人的选择。第一次滑雪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常用的面罩，当你滑雪多了之后，你会需要各种不同的面罩，以适应不同的情况。这个是可以随着你的境界慢慢选购的。面罩这个东西呢，因为离你的口腔比较近，所以在雪场是不会出租的，一定要自己买好。再说一下我们的雪镜，雪镜在雪天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在晴天的时候它像墨镜一样，可以防止你的眼睛被阳光以及雪反射的阳光给刺伤。而在阴天的时候，用透光率比较高的阴天的雪镜，也可以增加雪面的对比度，让你视野比不戴雪镜的时候更清晰。雪镜的话，我推荐大家自己买一个。如果是有带这种可以快拆换镜片的雪镜的话，就更好了。关于这些装备的选择，以后有机会我也会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接下来就要说一下护具，护具有2种，一种是防自己摔的，一种是防别人撞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头盔，既防自己摔，也防别人撞。在雪场上，任何时候都要确保你戴头盔，非常的关键。前一段时间，国内有一个滑雪教练，就是因为不戴头盔，在雪道被人撞了之后，摔到雪道外，头磕到石头上，不幸去世。所以不要觉得你自己滑得多好，或者多不好，也不要觉得自己不会犯错。你永远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降临，戴好头盔一定是你能做到的对自己的最好的保护。大多数雪场是可以租头盔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有一个自己的头盔，可以买到比较适合自己头型的，有 MIPS 认证的，它的防护性也会比较好。再者呢，就是你可以买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喜欢的款式，它是可以跟着你一辈子的。所以虽然雪场可以租，但是不建议大家去租。再说一下主要防自己摔的护具，单板一般说就是3个：护膝和护臀、护肘。最常用的应该是护膝和护臀了，因为当你刚开始学的时候，最容易的就是往这2个方向摔。如果你是卡前刃往前摔的话，膝盖就会先跪到地上；如果没有护膝的话，跪在比较硬的雪上还是比较疼的。如果你卡后刃的话，往后摔，屁股就会先坐在地上。所以保护自己的护具、护膝和护臀是比较关键的。有的人会喜欢再带上护肘，但这个在轮滑呀、路冲啊、滑板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在雪面上摔到手肘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我觉得不是特别关键。
最后就是主要防被别人撞，或者大神去滑大山野雪的时候防撞石头上的护背啊、护腰啊这些。我个人感觉是穿戴的时候会有些影响到行动。如果是新手在鱼雷不多的雪场的话，不是特别有必要。如果是鱼雷特别多、特别怕被撞的呢，那就见仁见智了。像国内的雪场一般会有出租护具的，国外的雪场是租不到护具的，所以你在国外滑行的时候，如果想要有这样的保护，一定要买好自己的护具。还有像前后那种小乌龟的那个，在国外你买都买不到的，如果需要的话，必须提前备好。说完护具，我们就要说到最关键的几个部位了，就是你的雪鞋、固定器和雪板。这3样一般是你在雪场非常容易租到的，所以如果第一次滑雪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装备，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长期进行这个活动的话，建议不要入手自己的装备，而去雪场出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适合新手练习的雪板一般很快就会随着你的技术的提高而会被你自己所淘汰，所以如果一开始就买自己的板的话，反而不适合新手的练习。那么就先说一下雪鞋吧。那么说到雪鞋呢，它一般分为2层，大多数的雪鞋都有一个外层，主要作为防水、防风、防护，然后呢也有一个内层，像里面这个内胆。内胆呢就是相对比较柔软、比较舒适一点的，它和你的腿直接接触。在穿雪鞋的时候，一般会先穿这样一个内胆，你要确保你的内胆和你的腿之间只会有你的 base layer 或者是你的雪袜。如果你有其他东西夹在这个夹层中间的话，滑行久的话会很容易勒伤你的小腿。穿内胆的时候呢，一般会有一个固定器，像这款雪鞋是用绳子固定的，只要把它拉紧之后，把这个黄色的锁扣推到最下面，就可以把内胆穿好。而外层呢，一般有2种的固定方式。这款 Burton Iron 它是用的比较传统的绑线，它可以让你的鞋子的每个区间都绑得比较紧。如果你对控制有非常高的要求的话，这样的雪鞋滑起来就会更精准。它的固定的方式只需要把这个绑线往后拉，然后往后一卡，这个线就会卡在这个卡槽中，不会再缩回去。然后把它固定在2边的这个槽里面，这样你的雪鞋就穿好了。一定记住，在穿好雪鞋之后，把你雪裤的这样一个防雪层套在你的雪鞋的外面，然后你的第2层也放在外面。好，这样你就可以开始滑雪了。还有一种雪鞋叫BOA 的系统是另外一种绑带系统，它这个地方会有个圆盘，当你把圆盘按进去的时候，再拧可以把雪鞋上紧；当你把圆盘拔出来的时候，再拧，它会把雪鞋的这个绳子松开。如果你去雪场租雪鞋的话，工作人员会确保你的雪鞋是合脚的。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始滑单板的话，会让你穿一个稍微宽松一点点的雪鞋。那么雪鞋要固定在雪板上，就靠的是固定器了。我们就接下来再看一下单板的固定器。单板的固定器或者叫 binding， 一般就是这2个东西。这些固定器是通过螺丝固定在雪板上，然后通过额外的绑带，这样的绑带把你的雪鞋固定在你的固定器，固定器再固定在雪板上，这样你的人和板就成为一体了。固定器有2种，一种是这种传统的固定器，通过上面和下面就前后，一个是在脚踝上，一个是在脚尖上的2个 strap 来固定你的雪鞋的。那还有一种就是 step on， 它是通过雪鞋和这个固定器4周的这4个卡扣把鞋子卡在上面的。那些快穿型的固定器对你的穿脱雪板的速度有很大的提升，也会方便很多。接下来就要说一下这个固定器的角度了。固定器一般和我们的站姿一样，在正常站立的时候，你的2脚是略微向外分开的，所以在把你的固定器固定在雪板上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合适的角度。作为初学者来说的话，一般用正12、负12，就是右边的话是往右边偏12度，左边的话往左边偏12度，要不就是也有的是正15、负15。这样的角度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站姿，可以帮助初学者找到这个更稳定的感觉。对比较熟练的学生，他可能会喜欢2个脚都靠前的站姿，比如说前面的是向前24度，后面的是向前6度，
两个脚都是往前的，只不过一个往前偏的更多，一个往前偏的稍微少一点。关于各种站姿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你适合那种站姿，我们在后面更进阶的课程会详细的讲解。在雪场租板的时候，工作人员一般会把你的固定器和你的雪板全部都调节好，你的鞋子也完全试了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着你的雪板上山，开始你的第一次滑雪了。那么今天要说的最后一点就是认识你的雪板了。它虽然和很多的板类运动有类似处，比如说你的滑板、冲浪，但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雪板是唯一一个对两个刃，也就是雪两侧的要求非常高的一项运动。这是由于雪板在雪上滑动的物理特性决定的。你看这块板，它的底面会很平，但这个平面接触在雪面上的时候，由于雪的摩擦力很小，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它可以向任何一个方向滑动，比如说像这样左滑、右滑、上下滑。如果整个平面铺在雪面上，雪板往哪个方向走是不由你说了算的，而是由雪面重力坡的角度而决定的。那么我们怎么控制这个雪板呢？答案就是在雪板两侧的两个刃，这边和这边，我们分别叫脚尖这边的叫前刃，脚跟这边的叫后刃。当你把重心压在某一个刃的时候，比如说压在后刃，这个时候你的雪板就不能乱动了，因为当这个刃压在雪里的时候，在刃的方向滑动阻力非常小，而在和刃垂直的这个方向滑动，它的阻力是非常大的。同样的适用于前刃，所以你在学习滑雪的整个过程中，所有学的东西都只是怎么对刃的控制，以及怎么利用重心来更好的控制你的刃。好，这就是单板所有需要用到的装备了。那么下面一期我们就可以骑到雪上，开始你的第一次滑雪体验了。